你们看这一台发动机的正时皮带有多松，这就是导致这一台发动机在启动的时候有异响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这一台车的油浸式正时皮带现在我们已经拆出来了，我们先来观察一下这个皮带有没有老化。从正面来看的话，没有很大的问题啊，没有看见很明显的裂纹，也没有看见那些比较小的裂纹。再来看一下这个反面，感觉这个齿牙里面有一点点轻微的磨损，我感觉也老化了一点啊，它的柔性没有那么好了，我估计应该是变长了一点，这就是导致这个皮带太松的第一个原因。那么最主要的原因其实还不是皮带，是这个张紧轮。我们看一下这个轮子的结构，你们不要以为它就是一个单纯的固动轮啊，它在反面还有一个张紧的装置，看见没有？这个张紧装置其实靠的就是这一组弹簧，通过这个弹簧产生的一个轴向的扭力，它就可以带动这一个轮子去运转。你们看这个轮子它其实是一个偏心轮，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中间的一个偏心的角度来调节轮子左右的一个摆动量，所以就通过了这个弹簧来带动这个轮子去摆动，从而就可以来张紧这一根皮带了。那么为什么它张紧不了这个皮带呢？其实很简单，你们看这里，这个张紧的弹簧直接断掉了，根本就没有办法产生一个弹力来迫使这个轮子来张紧那一根皮带，所以呢这个位置我们用手掰过去它都不动。按正常来说，我们是要把它掰过来以后，它马上就要弹到这个位置来，现在都没有任何弹力了。这一台车我们只需要去更换一根皮带，然后去更换一个张紧轮和一个比较小的固动轮，就可以解决这一台车异响的问题了。这种油浸式的正时皮带在安装的时候，方法与那种非油浸式的是一模一样的，但是这个皮带上面它是有点的，你们看这里有一个点，然后这里有一个点，那么皮带上面的点只要对准这个链轮上面的这一个点就可以了，这一边已经对准了，然后另外一边在这里看见没有，这个轮子上面的点在这里，对准这一条线就可以了。曲轴皮带轮的是对这一个三角箭头，然后对准这一条皮带上面的线就可以了。把3个点全部对准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来装这一个皮带的张紧器了。在装这个皮带张紧器的时候，我们要按照这个箭头的方向来掰一下，来调整这个皮带的一个松紧。那么调到哪一个位置呢？你们看，它在这里有一个箭头，这个箭头我们只要对准里面的那一个吹口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已经对准了，说明这个皮带的松紧已经调到最合适的一个位置了。那么现在我们来用手压一下这根皮带，看见没有？非常的紧，比我们没有放之前要紧很多。皮带在我们车上是很常见的，我们也经常看到，它一般都是装在我们发动机的这个外面，我们用眼睛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并且它是暴露在空气里面的。那么你们有没有看到过把这个皮带装在发动机里面浸泡在油里面的？你们看这种车的正时皮带就是暴露在空气里面的，没有浸在油里面。那么我手上拿的这一根皮带就是油浸式的正时皮带。现在你们对比一下它们有没有区别？目测没有任何区别啊。